4月运势如何？有哪些困难和阻碍？还有哪些好事即将发生？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看的主题是4月份的整体运势，请大家在屏幕或弹幕中打出“领取好运”来与我建立链接，然后深呼吸，默念我们的问题：我4月份的整体运势如何？我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我可能会在4月份实现哪些愿望？有哪些成就？然后从下面3组指示牌中选出一个你最喜欢的一张，这里是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如果你选好了，我们就开始本期的解读了。Hello，选择第一组的小伙伴，你们选到的这张指示牌，意思是你们会踏上一个全新的征程，你们会更有勇气的去面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在工作、财务或者是学业方面，你们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全新的阶段，然后开启新的篇章。那依然先来给大家做一下能量对应，接下来我会抽3张牌来对应一下大家的现状。如果你目前的状态跟我的解读有50%或者60%以上的相似性的话，说明你选对了这一组。接下来的解读都是针对你来说的。那如果说偏差很大的话，可能你可以退回到刚刚我们选牌的地方来重新选一组。如果当时你有2组想选的话，你也可以同时来参考。好，圣杯侍者恶魔，然后星币五。今天怎么有一点点嘴瓢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一组你们的现状跟指示牌的意思还是非常接近的。你们非常渴求机会，特别是在物质方面，你的生活条件，你在做很多努力，然后希望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然后可能有一些人目前面临着一些经济上的问题，或者说你会逐渐感受到跟其他人的一些差距，你会有这种压力在。为什么其他人可能你的好朋友已经做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位置，然后他们有一个比较可观的收益，但是你现阶段来讲就有一点点差。但是除了这种心态之外呢，你在近一段时间内也会收到很多这种新的信息，你觉得我可以去做很多事情，我可以去做一些投资，然后你会认识到一些新的人给你很多的提示，然后让你觉得，哎，我好像还可以这样做，我好像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发展的方向。另外，你们可能也在面临一些感情上的问题，也不应该说是问题了，就是有些人会开始一个新的感情，有一个处于一个萌芽的状态，然后应该是刚认识吧，这2个人彼此试探，看有没有机会能够进一步走下去，处于这种暧昧，然后不是很成熟的阶段。然后呢，我们再看恶魔牌。恶魔牌就还是回应到对于物质的依赖上，你们目前的心态就是会比较希望能够让自己，就是很土象的那种感觉，非常的务实，然后就希望多赚钱，然后你同时也很希望享受生活。那也可能有一小部分人，你们最近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啊，你可能会玩游戏玩很长时间，或者说喜欢熬夜，喜欢出去喝酒去玩，就是这种生活上的享受。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张星币五，那它就代表我一开始说的，你们会有一种落差感，特别是在物质方面，你会觉得，哎，好像其他人过得都还好，然后但是自己好像稍微差，就有一种无力感。它是一个雪中行走，然后你看着外面万家灯火，就自己孤零零的，会有这样一种感受。但是，嗯，我觉得它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示出你们的情感层面是缺乏一些沟通的，可能无论是跟你的好朋友、父母或者是伴侣，你们可以试着再去多交流一下吧，把自己的心扉打开一点，有一些话可以直说一下。好的，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能量对应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月的整体运势。哇，今天不光嘴瓢，手也
很不利索的样子。完，第一张权杖皇后，然后第二张权杖六，第三张圣杯五。哎，你还记得刚刚我们抽到的这个星币五吗？就是你们就是卡在中间的感觉。好，OK OK，回到我们的主题。首先，总体来说，这个月呢，你们会是一个充满着干劲的，然后很多事情都已经是被你们所怎么说？你前面应该规划了很多事情了，然后依然回到我们组织牌所说的，就是你可以准备好了，开始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已经做了很多的前期的准备了，所以考虑到我们的权杖皇后这张牌，那整体来说，你们这个月的事业或者学习的运势要远高于感情运，就情感上会有一点点失落的感觉。但是在事业上或者学习上，你们会有这种贵人的运势，你们会有，就是你的领导也好，老师也好，会看到你们的努力，然后你们自己也会有这种闪光点的存在。而且在一个团队中，你们也会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如果你在这个月有机会带领你的团队去完成一些工作的话，那你绝对会是这个核心的人物。然后你们会通过这一次的高光时刻，为你们接下来的事业或者学业进行一个累积。那这个月其实它是行动和收获并存的时机，就是你们不仅做了很多工作，然后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那权杖皇后和权杖六的这个组合，它就非常明显的是，你们会在事业上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这个月你们在工作层面上应该还是比较开心的，或者至少说会充满了自信的。但是可能需要提醒大家一下的是，不要过于的自信，不要过于的自满，然后你可能会忽视掉一些细节。那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更细致一些。然后这个月你们会觉得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吧，就是小事情需要你去处理，就会变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忙乱。所以你要制定好一个计划，然后，有些人可能也需要去做一些长期的规划，避免你们接下来的这个工作出现一些麻烦。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张圣杯五。那在感情方面，可能就是在你们这个工作的成就的阴影下，它就显得没有那么的出彩，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孤单。因为其实这个月的工作都是以团队为主，大多数的工作都是以团队为主，所以可能工作之后回家，有些人的情感状态，你就会感觉有一点失落，有一点孤单，或者因为水逆的原因，你可能也会突然想起一些前任啊，一些没有没有处理的很好的一些感情关系，然后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遗憾这种。那你可能需要去平衡一下，就是外在和内心，因为这个月的工作运势，就是你也可以说是对外的这种运势，我去跟别人社交也好，然后去跟朋友聊天也好，还是怎么样，就是这种外在的感情，你们是处理的蛮好的，但是内在的情感就会比较失落一点。那在这种对比之下，你可能会这种孤单会更加强烈一些。所以，如果你有这种冥想啊，或者是有一些打坐的习惯，可以去试着调节一下自己的内心。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月你可能会面临哪些问题。哎呦，手忙脚乱的一期。这个月你可能会面临哪些困难？有哪些潜在的问题？有哪些阻碍？Lovers，恋人，然后宝剑三，现在就很明显的感受到一种背刺的感觉，然后再加上事件，这周，就再配合我们刚刚这个圣杯五，就你会有一种人际关系上面会让你很糟心的感觉。嗯，感情方面哈，非常明显的，先说一下感情吧。如果你正在热恋的话，你可能需要小心一些背叛、一些出轨这种情况在
这是有可能哈，也可以不要想的那么悲观。那它也可能只是预示着你们两个会有一点点的理念上的不同，也会变成这种背刺。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为什么他没有跟我站在一边？所以可能这件事情事实上不是那么严重，但是这个月的话，你的情绪会比较激进一点，就你可能会把这个比较小的事情稍微放大一点，但是，其实也还好，因为看到我们最后一张牌是世界这张牌，你会很快就会释然的，至少在这个月之内，你就能够消化掉，前面的这种情感的冲突。那我们来逐一解答的话，首先第一张牌恋人，这个月你们会遇到一些情感上的困扰，它可能会来自于你的 crush 没有及时回你的信息，或者说跟你的伴侣之间产生一点小的矛盾。如果你是有伴侣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可能不会很大，但是会多多少少有一点点那种沟通的不畅，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你们会遇到哪些困难，所以这个困难是来自于你的个人情感方面，特别是跟你的另一半的这种关系方面，那它可能也预示着你会跟你的父母，因为也是一种亲密关系，你会跟你的父母之间产生一点点的代沟，可以这样讲吧。另外呢，它也会表现在你的人际关系方面，就是处理的不是特别好。这个月其实你的工作的关系是 OK 的，但是跟你的好朋友或者是特别是这种一对一的关系，当你们两个私下见面的时候，就可能沟通的不是特别顺畅，就中间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不能达成共识的地方，就是你们会觉得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中，彼此都在假装礼貌，然后就有话说不出的这种感觉。你对他可能也有一些意见，你没有办法直说，然后你也会感受到对方对你也多多少少有一点意见，就这种很别扭的感觉。但这个问题倒不是很大啊，问题比较多的出现在这个宝剑三上面。那宝剑三的话，我会觉得你要小心一下你的合作伙伴。虽然这个月的合作运很不错哈，但是如果我们说出现问题的地方，它可能会来自于你的同事，就是刚刚讲的背刺这种感觉。这个其实也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沟通的不畅。我倒不觉得他是蓄谋已久要害你，很大程度上他是因为你们中间有一些地方没有沟通的很好，然后导致有些信息差的存在，所以会出现一些误会这种感觉。还有就是，依然是来自于情感上的宝剑三会预示着三箭穿心，你会觉得很伤心，因为其实这个就会来自于很多方面，可能是来自于你跟另一半的关系，可能是来自于你的工作。就我觉得整体来讲啊，我们还是把这个宝剑三归结到圣杯五的这张牌上，你会有一种失落的感觉。那它不是来自于别人伤害你，是来自于，是你会觉得平白的让这个水流下来，然后你没有办法去阻止它。很多事情是很无奈的。这个月，特别是在感情方面，有一些你无法控制的事情，然后就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流走，所以会有一个非常心痛的这种感觉。OK，那最后一张世界牌，世界牌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乐观哈。就世界牌，我觉得你会开始放下前面的一些事情，你能够走向一个更广阔的一个领域，让你的心态更加开放，这是一件好事，但也是阻碍着你们这周的，就是这个月你可能会到月末的时候，才突然发现为什么我之前一直在钻牛角尖，对，然后你才能够豁然开朗的一个感觉，所以它既是一个好的牌，预示着你们在月底的时候会终于摆脱掉之前困扰你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你看到了一些新的希望，你看到了一些全新的视角，然后我应该怎么去面对我的感情，或者其实它也预示着你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伴侣出现。如果你跟你目前的伴侣关系不好的话，它可能会预示着在月底的时候有一个
新的机会出现。那说到困难的话，就是因为你们前面的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你都无法真的让自己释怀，你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紧绷的一个状态，那就会导致很多情绪上的问题出现，导致你在工作中也有一些不顺心，你在情感上也不能非常自在的跟对方相处。好，那最后来看一下你们这个月会在哪些方面取得成为。刚才调出来一张，这个你可以参考，也可以不参考。等一下会简单的解读一下。啊，星币国王搞钱呐、然后权杖九，还有圣杯六。哎，怎么？对，其实你们这一组牌就真的故事性非常的连贯啊，因为刚刚也说你们这个月会有一点点这种伤心的感觉，然后刚才这是一个掉出来的宝剑十，你们会有点伤心的感觉，所以你们在这个月会获得的就是刚刚说世界嘛，你会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所有烦心的事情。那最后这张圣杯六，他就告诉你说，你在这个月会得到很多的这种安慰，然后你会得到心灵上的成长，你会开始知道怎么去跟别人相处，然后可能会有一个长辈，或者是你非常信任的人，你的好朋友，你的老师啊。其实我更倾向于他是一个长辈的角色啊，就至少在阅历方面会比你多一点的这样一个人来给到你安慰，更多的是给到你一个指导，告诉你怎么去走出过去的那个情绪的阴影。好，那这个是圣杯六，然后最重要的，恭喜大家这个月的搞钱搞得非常不错，就事业上会非常好。星币国王，这个星币国王它不仅代表着别人会给你钱，其实它更多的是你可以有自己赚钱的能力了。从之前，如果你是在打工的话，如果你是一个打工人的话，那你可能会有一个，怎么说呢？我不能说升职哈，但是你会开始悟到了，就突然知道我怎么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特别是在销售方面。如果你是从事销售工作的话，你会找到一个自己的门道，然后你就非常能够控制自己的这种收入的情况。嗯，然后这个权杖九，权杖九就表示着你可以开始突出重围了。其实虽然目前还是一个在这个被所有的权杖所拦住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是你已经找到一个方向了，然后你会开始去突破周围的对你的控制，然后可能周围的一些刻板印象啊也好，所以这张牌它不仅仅是在工作方面，在你的情感上，在你的财富上，我觉得这生活的方方面面你都会得到一个突破。很多是这种就是你之前可能绞尽脑汁，为什么我会这样？然后就是为什么别人这样？刚刚看了这个星币五的这张牌，为什么别人会这样？然后你到了这个月的时候，你所得到的就是我可以不再去跟别人比较了，你可以开始不被别人的目光锁定，然后你不会在意其他人，你不会再去想说为什么别人会这样，然后我才是这样一个程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到最后，你再去取得到一个情感上的升级吧。我觉得这个月就是一个升级的状态，因为工作方面其实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就之前的话也已经做得很不错了。然后在情感方面，这更多的是你的思想层面。你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有一个飞跃。然后刚才调出来的这个宝剑十，你可以参考，也可以不听，没关系，因为它是一个调出来的牌。那这张牌它就预示着你会重获新生。其实还是跟这三张有一个很大的联系的，你会重获新生，因为之前的话会感觉很疲惫，就这种疲惫是来自内心层面的，可能你的工作不是说那种很大强度的体力劳动，更多的是来自于很多
你不太想要面对的事情，然后你在这个月呢，你依然要面对这些事情，但是你的心态会好很多。所以以上就是大家这个月的解读，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特别是在工作运方面非常好，然后情感运稍微差一点点，但是这个月的收获恰恰是因为你这个月的情感上的一些波动，然后你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好，那么以上就是第一组的4月运势解读。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帮我点赞留言，我们下期再见。Hello，大家好，这里是选择第二组的。你的这张指示牌，其实在说你们最近进行了很多这种很有深度的哲学性的思考。你在想一些生存的意义，你们创造的这些东西，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感情，到底有没有创造一些价值？会不会有人记得你？反正这一组是一个蛮深刻的主题的。好，那我们依然是先来进行一下能量对应，接下来我会抽3张牌对应一下你们的现状。如果有50%以上的情况能够对应得到你们目前的生活状态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说明这一组是正确的，你们所选的组可以接下来看我们的4月的解读。如果很少一部分对应得上，或者说完全没有的话，可能这一组不是很适合你，你可以退回到视频的开始来重新选一组。如果你有2组特别喜欢的指示牌的话，你也可以2个组合都来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抽到了什么 Justice。正义，然后皇后，哎呀，还有这是什么愚人？哎，真的是你们真的进行了非常多的这种就是哲学性的思考，因为3张大牌，这是非常少见的情况。那首先来说正义啊，就是哎，感觉还是蛮拧巴的，因为有正义，正义呢，它是一个比较死板的这样一个形象。你会就顾名思义嘛，正义，你会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规则来发生的，你就期待正义能够降临，特别是不是最近有一些人在关注一些社会事件，有一些社会案件，然后或者说有一些不公正的情况出现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也可能有一些人你们阻止了一些，比如小事啊，像有人插队啊，或是其他这种小小的，但是你们用你们自己的道德观去阻止他们，也有些人是用自己在对这种道德观进行一些思考。那说回刚刚我觉得很拧巴的，就是你们又有愚人，愚人就是一个大多数事情他们都不在乎，他们只要自己开心就好了，然后有一点没心没肺、没头脑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不顾风险，他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无视法律，但是呢，我们又抽到正义，正义就是一个法律的化身嘛，所以你们会不会有一点点这种双标的感觉啊？好像没有指责任何人的意思啊，就是你们可能最近发生了一些双标的事情，在自己的生活中。可能你对待朋友就是哎呀，好啦，没关系啦，然后对待其他人就是他怎么可以这样？也可能有一部分人会发生这种情形。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皇后，这是你们最近很享受生活啊，然后对美的追求非常的强烈。这种享受不是说出去吃吃喝喝，那当然也是啦。可是你们会去吃一些大餐，然后你会挑选一些环境非常优雅的，或者说它有一些历史传承的，然后也可能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餐厅，然后你们可能会去看看展览、看话剧这种比较高雅艺术的这种感觉，所以有在享受生活，然后你们有在去对社会的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感到愤怒，你可能也在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观、道德观是不是就是我觉得不算反省了，你们应该就这个状态不是一个反省的状态，你们是在批评别人，这个世界怎么了？然后还有一个愚人就是，可能最近有一点点，你过得很开心啦，最近一段时间非常开心，但是会有点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感觉。
有一种无所事事的快乐，然后会隐隐约约有一点担心啦，就是会不会就我这个没有由来的快乐会持续多久？前面会不会有一些风险？你们会开始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啊，有一点点这种风险意识。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能量对应。如果跟你目前的现状很相似的话，欢迎接下来继续听我们的3月整体运势。看一下3月整体运势抽到了什么牌？我觉得录这一组的时候就嘴巴利索了很多。刚刚录第一组的时候就有点嘴瓢，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哦，第一个宝剑一，然后权杖国王，还有星币六，很不错啊，这个月非常不错。我觉得这一组的人都非常聪明哎。然后你们那种聪明还不是小聪明，是有智慧的，然后可能你们过去一段时间都还蛮顺利的，然后因为有宝剑一，然后有权杖国王，感觉你们的人格就是很有人格魅力，你可以去领导其他人，然后让别人也信服你。这种幸福是因为他们真的认可你有这种能力，然后你的思维方式非常好。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星币六，可能这个月会有一点点的枯燥。哦，那我们先说回第一张宝剑一。宝剑一表示这个月你会有很强的这种理性分析的能力啊，就也对应到我们刚刚这个正义牌，然后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决断，需要你去拍板，然后需要你去做一些决定，也表示这个月你会有一些新的计划开始。特别是在工作，其实无论是工作和生活方面啊，你都会有一些新的这种 revolution，是新的愿望，然后你会立下一个誓言，我这个月我要读4本书，然后开始一个新的计划，然后其实你们执行力还是很强的，这些都可以做到。那工作方面，这个月会有新的工作机会，如果你在找工作的话，还是有这方面的机会的。如果你想要升职的话，也可以。然后它可能也代表你会开始一个全新的工作的阶段，会有一个转折，可能会跟你之前做的工作有那么稍微一点点的变化。然后呢，有这种新的项目的启动啊，合同签署啊，或者说，对，很重要的一个是这个月你可能很大程度上需要你的思考，需要你的这种理性判断的能力来破局。如果你这个月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 OK 啦，你可以非常好的应付得了。然后人际关系方面，这个月有可能会结束一些不太好的关系，会结束一段消耗性的关系，或者说你会对他人有一种，就你会明确的树立一个边界感，然后来告诉其他人，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好，那其实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这种冷酷的感觉。然后你们这一组其实也没有圣杯牌，刚刚第一组是超多的圣杯，所以你们就会非常的理性，非常的有行动力的这种感觉。然后第二张权杖国王呢，它代表着领导能力，这也是刚刚在宝剑一中说的，你要通过你的这种决断力来推进工作和生活的发展。然后你的目标都有稳步的推进，所有的事情都在你的掌控之中，这些都很好，没什么问题。然后，这个月可能你会在某一些场合下担任这种比较权威的角色，会成为一个领导，会成为一个核心的角色，然后它会更多的是代表一个长期的计划，可能你会开始去推进一个比较长久的计划，慢慢来，但是你会一直是这个团队里的核心人物。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会开始健身，开始读书，开始学习，树立这种
权威感，特别是家长的话，如果你想要带你的孩子，给他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的话，这个月其实会运势是很强的，有这种方面的运势。然后，但是这张牌呢，它也预示着你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种独断专行，呃，就某种程度上，因为你们就是头脑也很好，然后行动力也很强，就会导致对方是没有这种话语权在的吧，某种程度上来说，所以可能你要稍微去倾听一下其他人的看法。好，那最后一个星币六，星币六表示这个月会有一些分配，会有一些奖金的分配，然后会有一些你们也可能 AA 制出去吃饭啊，出去玩一下这种的机会，然后或者说你的工作中有一点变动，有一些分工的调整。但是这个都是积极的哈，就是你们今天这周这个月的这3张牌都是很积极的。你有可能获得奖金，然后你的投资，哎，有可能会在股票上获得一些分红，或者说跟你的合作伙伴，你有一些副业的话，这个月会有一点点那种成果出现。然后在人际关系方面呢，你们可能会，如果你开始做一项新的事业的话，可能这个月会讨论一下，这种利润的分配啊、分工啊这种方面的问题。好，那总体来说，这个月主要是围绕着你的事业和财富吧。就是理性规划，然后你要有很多的这种事情需要你去安排，然后有一些任务需要你去分工，对，然后呢，情感方面暂时没有看到太多，感觉是一个工作狂的状态。你们其实很享受自己啦，就好像也并没有非常的期待有另一半的出现，所以那感情就一般般，但财运和工作事业的运势非常不错。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月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哦，女祭司，sorry，女祭司非常的奔放，然后权杖四，哎，这个是圣杯四，权杖四，圣杯四蛮有趣的。首先啊，女祭司这个月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阻碍依然是你的头脑、你的顶层思维，就是你又开始想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我觉得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脑海中经常有一些奇思妙想，然后感觉是不是有很多风象星座都选了这一组风象和水象的，可能更多是风象吧。就是你们的这个头脑真的是令人琢磨不透，所以最大的问题是想太多了，不要过度的去追究某一些事情，不要太过深入的去思考一些问题，特别是可能这一组有一些人会对这种宗教学，然后神秘学、玄学是很感兴趣的，那你们，嗯。你可以听一听，可以听听其他人的说法，但是不要过于深究吧，然后不要让自己很沉迷在这种事情里面。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会不会有一些人有点过于信命了？就是你们可能最近有算很多，然后就导致对于就是会有一种没有兴趣的感觉，对于未来都宿命论吧。你们可能会有一部分人觉得已经被安排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会是你们这个月很大的一个阻碍，因为也结合后面的权杖四和圣杯四。就是你们会更多的依赖于直觉，而不去行动。就是就你们个人的生活而言，因为刚刚看，其实你们的事业是很好，你们事业的行动力是很好的，因为那个是跟其他人有关联的。但是回到你们自身方面，你们自身那种提升，你就会开始有一种懈怠的等待的感觉，有点拖延，就是依靠某一个借口。可能你之前自己算了一下还是怎么样的，你觉得人家说不行，你现在不适合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也就刚好不做了，会有一种
或者是以你自己的直觉，就是你只是去想说，算了吧，不要，先不要吧，今天不是一个好的日子，就忽视了实际的行动。然后，另外就是你们也会想很多，然后就不停的在脑海中预演这件事情，然后导致它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地。但其实，结合后面两张牌，你们最深处的问题是在于你很害怕暴露自己的一些脆弱的点，因为前面哈圣杯，这个权杖国王，权杖国王其实表示你们对外的一个形象还是比较强势的，比较权威的，所以很多时候你没有去实施某一件事情，可能是因为你不想去暴露自己的弱点，你会对未知有一种恐惧，你害怕自己不成功，然后害怕别人对你的看法，就是你在这种稳定的状态下去寻找不稳定。我不知道这样说清不清楚，因为两张四，它其实四，虽然三角形是最稳定啊，但是在我们塔罗牌中，四它也是一个稳定的代表。你非常追求这种，无论是精神世界还是物质世界，你都期待它能够一板一眼的进行下去。你非常害怕它的这种崩塌，所以你会回避很多问题。这个会是这个月最重要的一个主题。然后你会过度理性化你的情感问题。就像这个正义一样，我觉得正义就贯穿你们一整个月的一个状态。你会冷静的去观察，然后可能有一些人会有一点这种冷暴力，也不能说冷暴力吧，就因为你也不是主观想要去故意去冷落别人，而是你希望找到一个理性的办法。但是如果一直没找到的话，那就你一直不会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建议你们可以把你的情绪释放一下，不然它积攒的太久的话，就会导致有一些其他问题的出现。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你会获得哪些，会在哪些方面取得成功。又是又是星币，星币骑士，然后又是宝剑，宝剑皇后，妈呀！然后圣杯三，好，最后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月你会在月尾的时候跟朋友有一些欢聚啊，你的人际关系会得到一些改善，你可能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会认识一些，但是就是你在月末会有很多聚会，会有很多这种快乐的场合，但是哦，我感觉从前面抄这些牌，我感觉它会不会是一个工作的聚会啊？会不会是那种商务宴请之类的？我有点担心你们，要让自己释放一下情绪哈。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星币骑士。星币骑士是一个送财童子来着，这个月的财运相当不错，相当不错。你会得到新的工作机会，如果你特别是做销售这一方面的话，或者说你有一些 KPI 的压力的话，这个月会有一些人来莫名其妙的给你送钱，有一些客户来找上门。如果你自己做生意的话，你也会遇到一些很不错的合作伙伴，就是，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话，他可能虽然跟你平级，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算是一个贵人，他能够帮你打开一个新的通道，给你一个新的新的方向吧，这样来说，然后这个宝剑女王就是。你们会对自己的这种理性思维的能力越来越满意的，就是像刚刚说，你们这个月比较大的一个阻碍就是想太多，然后你们是很能进行自洽的，就是想来想去都是自己对，也没有批评你们的意思哈，但是你会很满足于这种感觉，但事实上也是你们对了，就是，因为你们这个月会进行一些决策性的工作，然后这个结果就会反馈给你说，哎，你做的这个决策是正确的，然后你就很满意自己，然后就是越来越循环下去，越来越理性的思维，嗯，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圣杯三，就是你们有一些聚会的机会啊，很开心。到月底的时候可以放松一下，跟你的朋友去聚餐，你可能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老朋友吧，可能会有一些，很久没见的好朋友
他会从外地过来看你，或者你有机会去看他，然后你们会度过一个很快乐的时光。OK，那么以上就是第二组4月份的解读。如果你喜欢这视频的话，请帮我点赞留言，我们下期再见。Hello，大家好，这里是第三组，你们抽到这张指示牌。Do you remember last night's dream？你们还记得昨夜的梦吗？然后这个天使在试图传递一些信息给你，感觉这一组应该就很天马行空的，然后应该也有很多这种神秘学的爱好者吧，非常的感性，然后应该说你们非常的有灵性。刚刚第二组的话是他们非常的理性，非常非常的理性，然后这组感觉就是很感性的这种一群人，然后是不是有很多人也经常算命，然后对神秘学很有兴趣，然后最近就是会突发奇想，然后有一些灵感，就感觉脑子在宇宙中乱飞的这种感觉。那我们还是先来进行一下能量对应。如果接下来我抽到的这3张牌有对应到你目前的一个生活状态的话，可能有50%以上，说明这一组是适合你的牌。如果完全跟你目前的状态都对应不上，或者说有非常大的偏差的话，那可能这一组并不太适合你。你可以回到视频的开头来重新选择一组，看一下你本月的运势。好，那真的诶，你们抽到了命运之轮，然后抽到太阳，然后抽到圣杯五。最近真的就想法太多了，然后有很阳光，太阳嘛，非常的阳光，然后有点失落。首先我们说到命运之轮，那命运之轮表示一个周期的变化，你可能正在经历一些意料之外的变化，或者说是机遇，比如说工作的调动，比如说人际关系的更替，你可能认识一些新的人，结束一些以前的关系，那它也可能是一些被动的变化，比如说你可能被调岗啊，或者说被分手，然后那积极的一面其实是表示你们正在成长，因为这个轮它是往前转的，你们正在摆脱一些旧的关系，那同时你也面临着一些需要快速应对这些变化的挑战，然后那很大一部分情况下，很大一部分情况下，你会变成像这个圣杯五一样，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伤心的感觉。然后太阳的话，我觉得目前是一个进发期吧，就是其实我会觉得命运之轮带来的变化会让你们激发你们的斗志，然后你觉得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的状态下，你更应该去积极的应对，然后你们会，哎，我觉得你们会很喜欢立下很多目标，就像上学的时候，开学第一天，我会说我今天这个学期每天要写多少作业，然后每天要练字，每天要背单词。我觉得你们是很喜欢立这些目标的人，但是，可能没有坚持很久。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你们就又开始去，让自己具有这种行动力。但是总而言之，刚开始还是很好的，你还是可以坚持一段时间的。那在人际关系方面呢，最近可能，我觉得你们还是比较有魅力的。最近一段时间会吸引到一些新的朋友，然后也可能跟一些旧的人有一些关系的修复。他可能是情人，有可能是朋友，会解开一些之前的误会。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圣杯五，圣杯五其实是表示你们之前的一些情感经历，之前的一些关系留下了一点遗憾，然后你们依然生存在这种不太开心的阴霾的这种情绪下，然后你会在想说，如果当初怎么样，现在可能会是什么样的这种假设性，然后会有一点点懊悔的感觉。然后我会觉得你们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白天和晚上会有一个极大的反差，
每天早上起来就充满了斗志，我今天一定不能像昨晚一样很消沉的，然后玩了一晚上手机又熬夜，然后早上起来你可能会计划着去健身啊，然后吃一些健康的东西，做一些你计划内的工作一些事情，然后到了晚上天黑了之后就又开始像这个圣杯五一样。日复一日的伤心，为什么我当初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为什么他会离开我啊？这些就可能早上哦，这只狗叫的好大声，这就是白天的能量是非常非常正面的，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你们的能量又变得有那么一点消极，所以可能最近会有一个这样的反差以上就是这一组的能量对应。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3月的整体运势。哦，4月的整体运势，今天怎么回事？感觉逻辑有点不在线的样子。死神，哎，圣杯五又是圣杯五，又抽到圣杯五，然后宝剑八，这个月给我一种很多人都在渡劫的感觉，特别是我看到你们其实是有2个圣杯五出现的，就是你们现在这个阶段，可能3月末的时候也是一个圣杯五的状态，然后这个月依然是一个圣杯五的状态。希望你们可以尽快的走出来哈，就是不要过于沉溺于过去的这种情感之中。好想给你们点一首《水星记》啊，我最近也在听《水星记》，就是可能因为水逆的原因吧，就非常有感触，会经常想起一些故人。好，那我们回到本月的运势，首先第一张死神，死神绝对是一个可以让你们重获新生的阶段。就整体的状态而言，你在这个月真的会开始，就又下定了某种决心，让你觉得，我真的不能再消沉下去了，我真的要开始好好的过我自己的生活了。但是结合后面2张牌好像不是很成功。但是月初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在。然后呢，死神其实我觉得不要因为这张牌的名字而感到害怕，因为在我的经验中，死神牌它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牌，它可以帮助你进行一个转换，进行一个轮回。因为你们前面抽到这个命运之轮，它也是一个轮回，它是在一个缓慢的旋转、缓慢的前进的过程。但是死神是一个，它通过一些外界的力量，让你很快的去断掉它，这个过程会痛苦，当然它会比较痛苦，会让你有一点点难以接受。但是快刀斩乱麻吧，长痛不如短痛，就是你可能它会迫使你去面对这个结果，然后让你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进行恢复。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其实它代表着很大的机会，它代表很多机会。先从感情吧，我觉得这一组的话，情感是比较困扰你们的一个问题。情感上，你们会开始通过死神的这种，心态上的转变，它更多的是心态上的转变，会让你看到希望，让你看到一个，就是之前你可能沉溺在一个方面、一个层面上，然后死神会让你去有新的认知，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新的认知，你可能会对于过去的这一段经历有一个比较大的反转，就不会再去留恋它。那在工作方面呢，它也是有机会的。可能你需要去完全的断掉以前的一些消耗你的关系，之前的一些不太好的工作，你要去下一个决断。所以前面跟你们能量对应的这些牌呢，它还都蛮符合的。前面的话，你们是不太想要去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你们慢慢的去让自己呃适应，但是好像到最后也没有办法真的去接受这件事。然后这个月初的时候，死神会让你下定一些决心，然后不要再去在之前的这种工作也好，感情关系也好，去进行消耗。身为五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前面死神带来的冲击，就它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旧伤翻出伤口的这种感觉，你会开始有一点怀疑自己的价值观，有点怀疑自己的价值，然后会有一点点的恐惧、害怕再次被抛弃啊，所以你这个月可能也会有一点点过度解读他人的言行，然后会有一点，你可能会陷入一种暴食啊或者酗酒啊这种不太好的习惯中，然后去消解你的情绪。然后宝剑八呢，你会有一点感觉非常的无助，然后会有一点点恐慌的感觉。这种是因为就是前面生活中的一些不顺利，让你觉得你好像不配去拥有一些东西，你必须要非常的完美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那其实这三张牌啊，总体来说，它是一个从毁灭，从死神的毁灭，然后到破局的一条路径，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月虽然这三张牌是有一点点消极的，但是，我会觉得这是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你必须要经历一些痛苦才能够涅槃重生。那首先就是由死神触发的这个圣杯五，通过一些外部的事件，一些不顺利的事情，然后揭开旧的伤疤，然后你过去的一些被压抑的情感啊，过去的一些，比如说自卑啊也好，恐惧也好，会在这个时候暴露出来，然后会让你觉得，有点伤心的感觉。那圣杯五呢，又有一点强化宝剑八的这种情况，就是通过你内在情绪的一些不安定，然后变得对外界也有一些束手束脚的这种情况，不太敢去积极的去面对，然后会慢慢的封闭自己。那到最后呢，其实我们就还是会回到一个，我再来抽一张牌，看一下你们最后的一个结论是什么。是这个女祭司，我要把它挡一下，是女祭司。女祭司其实就又回到你们前面抽到的那些牌，就它会让你觉得非常的个灵性的提升，你就又开始有之前很思想层面的、很哲学层面的一些思考，然后带到你的生活当中。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还可以吧，因为从死神的13号牌，然后到我们的2号牌，它相当于是一个小的轮回了。你又回到之前的，所以但是。一旦你回到原来的一个状态的话，你就要注意之前的一些习惯，它可能还会导致现在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你相当于是又走了一遍之前的路。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们在这个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吧。圣杯二，然后圣杯国王，还有恶魔，就还是依然是感情方面啊，依然是感情方面，感情和欲望方面，是需要额外注意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办法真的去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先说一下这个恶魔吧。恶魔牌就是你们会开始这个月会有一些，哦，恶习，也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刚刚说你有些人可能会通过酗酒啊这些不太好的生活方式去排解心中的这种情感，那这会是一个你这个月需要面对的困难。让自己适当的放松一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定要克制一下，不要过度于沉迷这些，嗯，就什么酒池肉林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再来看两个圣杯，还是先来看一个比较大的牌，圣杯国王。圣杯国王这个月你们要去控制自己的情绪，要不要被情绪控制，你们是要去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可能不要过于的敏感吧。你可以试着
不去考虑这些情绪上的问题，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结到情感上，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结到某一个人或者是就是这种很感性的、很主观的原因，因为有一些事情发生，它就是没有原因的，宇宙就是这样，所以不要过分的苛责自己，不要放大自己的情绪。好，那圣杯二表示的是，其实这个月还是，哎，不要跟过去的人藕断丝连吧。如果你正在经历这种情感的困扰的话，不要跟他藕断丝连，真的要断得干净一点。你依然会时常的想起他，但是就是不要想，我知道你很想，但是先不要，好吧？这是这个月主要，就是这个月大家很辛苦的去面对一些情感的问题。那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月会有哪些好的消息呢？你会从哪些方面获得成功？哎，收一下这些牌，你会通过哪些方面获得成功？权杖国王，然后圣杯四，为什么这么多圣杯？圣杯四，然后星币四，OK 了，这个月的工作还是很不错的啊，事业运啊、财运啊都 OK 了，都还好。首先看一下圣杯国王，这个月会，你会成为某一个团队的核心人物，然后你会去带领你的团队去做一些项目，然后你也可能让自己去投入到某一个新的事情当中，或者说你有一些愿望想要达成，就是最开始说的，你有一些事情、有一些计划想要去做的话，这个月可以放手的去做，它是很强的运势，你的行动力还是比较强的哈。虽然受到一些感情的困扰，但是行动力还是 OK 的。你们可以把它分得轻一点吧，就该工作的时候就工作，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就独自悲伤这种感觉。然后圣杯四其实这一组的人，你们是有新的感情的呀，会有桃花呀，但是就是你们可能会过于关注自己了，过于关注自己过去的那些事情，然后去忽略掉这些桃花还是什么的。如果你有心情去接触一些新的人的话，这个月是 OK 的，可以有这方面的机会。然后也不光是感情方面，如果你想要去找工作的话，也有这方面的机会。但是就是因为它这个是稍微没有那么的明显吧，你可能需要主动的去争取一下，嗯。然后最后一个是星币四，星币四表示一个很稳健的一个财务吧，不要大手大脚的花钱，其他的都还好，财务方面的问题不是很大，他没有说很多的进账，但是能够维持现状，或者说可能会比现在更好一点。如果你再进行一些稳健的理财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么以上就是第三组的解答，希望你们心情能够快速的好起来。好，那如果你喜欢这视频的话，请帮我点赞留言，我们下期再见。